好，今天是2021年10月28号，第3章第5次上课哈。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就要教强反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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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反转。那强反转这个能带图，请大家背起来哈，自己用手多画几次，画个3遍，好不好？画个3遍哈，那请背起来这怎么推理的哈？就我在旁边会写哈，我现在解释哈，什么叫强反转？就是我 gate 加一个足够大的电压让电子在表面会感应叫反转。什么叫反转？因为我 N MOSFET 是用 P body 对不对？或 P substrate 那你感应出的电子呢，那就是叫反转，因为跟电动不一样，叫反转那强反转的话我们就定义在人为操作型定义下，这边有一个叫产生强反转，我们就叫临界电压的情况下，电子会有强反转强反转好，一样这是 N MOSFET那能带图推理法那这个能带图怎么来的？推理就是在左边的原理左边的原理那第一个我 gate 是不是要加电压？我们的这边举的例子是2伏，这边举的例子是2伏2伏那2伏的话那个费米能阶为断线嘛，就应该讲-1乘上2往下断2个电子伏特往下断2个电子伏特因为你现在的电压是正2伏，所以能带图跟 flatband 不一样flatband 是-0.7伏，所以它是往上，负得正往上。现在是正2伏，-1乘上正2伏都是往下，能带图往下断2个电子伏特，加正2伏。能量呢电子的能量呢等于-1乘上2伏等于-2eV，所以能量是往下断。我刚好说能带图是以电子为主角，所以我们乘的电量是乘电子的电量乘电子的电量好。那个费米能阶为断线断线大小为 Vg 就是这个加的2伏嘛，就是往下断2个 eV 往下断2个 eV， 断线大小为 Vg Vg， 那 Vg 分成3部分嘛克西和夫电压定律绕一圈等于0嘛Vg 等于3部分，等于 Vg 等于 flatband 加 Vxi 加 phi-s， 就是 Vg 加上去它变成 flatband 或者说你 Vg 减 flatband 是平带电压，那还有多的电压就会分到 oxide 跟 semiconductor Vg 分成3部分要背起来Vg 乘以3部分那这个值我给你们的值都是蛮合理的值比如加正2伏，我们刚讲 flatband 是-0.7嘛那 Vxi 是2伏那 phi-s 就是 silicon 的这个反转的电压差是0.7伏那我们怎么定义就是说phi-s 我们定义临界电压就是这个 phi-s 2倍为反转。什么叫2倍？有没有看到它原本的这个本真费米能阶在这里，也就是说这个本真费米能阶大小它因为转过来以后
会跨过费米能阶哦，会跨过费米能阶啊，费米能阶，所以 C 这个 A， 我看一下啊，sorry，C 等于 D 啊，C 等于 D 啊，这个 C 等于 D 的时候刚好是2倍嘛，啊，2倍，这费米能阶本真费米能阶转2倍，那这什么本真费米能阶费米能阶我没有讲的很，我一开始没有教啦，不过没关系啦哈，你就记起来了哈，反正 open book 啦哈，因为就是这个段落的关系，我不敢 close book 啦，因为这个真的很难呐哈，我几乎把元件物理这个最精华的部分哦，就是从浓缩起来，你就尽量你先接受，你先接受，好不好？这边教法就是你先接受，那怎么来的？你可能会带着疑问这样子，那你等到下学期的半导体物理哈，你再好好的这个学一遍，或是你大学有学过大学部等级的半导体物理的话哦，你可以再想看看啊。好，5s 2倍为反转，其实最重要是1、2、3、4啦。然后第5的阿塞能带电场定阿塞能带电场定，因为阿塞的电场在这里，这就不管了啊，这就不管，这太细节了，知道就好了啊。那 silicon 能带电场定，silicon 能带电场定，silicon 能带电场定那本体能接为不变，什么叫本体？就 body 的部分，就远离接面处这边 body 不变这边 body 不变。然后倾斜趋势要一致，就是这个能带图倾斜的趋势要一致啦。就是阿塞往这边斜，silicon 也要往这边斜，不会不一致不一致就违反物理定律了啦好，我们看一下比较简单的你加两伏的话，你会产生这个反转的电子反转的电子那你也会留下反转电子下面一点点会留下空乏区的负电荷，空乏区的负电荷，因为你是 p substrate 嘛，p substrate 你把电动赶走会留下 ionized acceptor 是正电荷，是负电荷，是负电荷，是负电荷那这边就 open book 吧，如果考出来你就 open book 就全部照抄了，好不好？那你不懂也没关系的，至少就是表面就是原理推导不懂没关系，那你至少要知道这个现象知道这个现象。那我知道这个很多人初学实在是很难这要从半导物理慢慢教2个月以上才能理解。纵使都教到这边，其实还是有的人就算学过，还是不是很理解因为这个物理半导体物理比较深然后你要对MOSFET 的电性要很熟悉这样子，尽量好不好？尽量这个就是那么难，这个就是那么难。有人会觉得难，但是有人觉得还好你觉得真的很难，我真的讲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这相对于什么现在这个研究所的数学系、物理系这种知识，对他们来讲真是太简单了。那个物理系、数学系那学的东西才可怕嘞，对不对？那其实你就尽量了尽量了尽量好，再讲一次费米能阶为断线，断在这里，有没有看见？断在这里。你是用 N plus poly gate， 所以你的费米能阶就是在 conduction band 上，就是在 conduction band 那条线上。费米能阶为断线，断线大小是什么 ？Vg， 这时候这个 Vg 就是 Vt 了就是定义临界电压Vg 等于 Vt， 对不对那这种临界电压就是大家莫衷一是，你到底是要多少电子的强反转呢？那我们说 5s 2倍为反转，就是说这个 surface potential surface potential 这一段，然后刚好是这个的2倍，就是 C 加 D 啦C 加 D 5s 等于 C 加 D大小值 5s 5s 的2倍 5b 这样子
哦，2倍，这是人为操作型定律啊，人为操作型定律啊，阿塞能接电场定嘛哈，因为你 get 加正电压，你阿塞的电场呢，阿塞电场就会向这边嘛，对不对？这边加正电压正2伏啊，电压这边高，这边后面这是 ground，所以电场阿塞的电场就是向这个方向，阿塞电场向这个方向，那 silicon 的电场是向这个方向，所以这画出来都是正的，有没有？我们向右为正嘛，向右为正。这边你电磁学真的要很强啦，电磁学或是办物一定要很强。如果真的不行，就代表你过去的背景知识，你以前的修课的历程哦，你没有在这边没有学过，或者说你没有办法融会贯通，那没有关系啦因为这个是微点工程这边真的是本学期最难的地方，最难的地方那也不强求你们要会推导只要会记住这个现象记住这个现象会画图，要会解释，这样就好了。要会画图，要会解释就好了推导我不推导了，我不推导了这边我就不讲了这个是在推导那个一些水手 voyage 的细节，我就不推导了，好不好？就不推导了，这个很多人也没办法接受，听不懂听不懂，因为没有学过，没有从半导体物理从零开始学没有从零开始，没办法这我不推导，这边写一下不教这边不教了那框框公式要背起来，反正就是那个2倍反转，就是这个这是 Vt 嘛热电压 ，kT 分之 Q 是 V 热电压嘛，Vt 很容易跟水手搞混了我们讲 Vth 好了啦kT 除以 Q 就是热电压嘛，Vth。你连这个都不知道，那真的是很不行很不 OK QT 除以 Q 叫热电压 Vth 26个 millimole 所以你看用因次分析你那个在水手的 service silicon 的 service potential 这个差就是2倍 phi-b 那2倍 kT 乘上 natural log， 你看前面这个是电压的这个是2嘛那这个是电压，对不对？所以 natural log 就是要浓度除浓度，这边不能有那个其他的物理因子所以 natural log 就是没有物理因子，所以这边左边是电压单位，右边也是电压单位。你要记得啦，这个方程式左边如果是代表物理量的话，左边的物理量的物理因子要跟右边的要一模一样啦。所以你考试你就不能漏掉一个 Q 嘛，就代表你连基础的那个因子分析都不会，或者说你这边变平方，那也不对那因次就不对了，好不好？不要说到研究所这个还第一次听过，那又很不 OK 很不 OK 然后 Vg 分成3部分Vg 分成3部分，就 flat band voltage 加上 silicon service potential 再加上阿塞的跨压这跟阿塞跨压跟前面上面这一平带电压这边的阿塞 trap 这个不一样不一样阿塞 trap 是修正在平带电压里面，阿塞 trap 是修正在平带电压里面，我后面会讲得更清楚所以阿塞是指跨在这里的电压跨在这里电压，不是那个 service trap 的阿塞的在 flat band 的修正的电压所以这个要背起来啦 VTN 这个 VTN VTN 它先指 NMOS 嘛VTN 就等于 V flat band 加上2倍的2倍的那个 potential 再加上后面那个阿塞的跨压阿塞的跨压。
其实上，你看这个阿塞对不对？Q 等于 CV 啦，其实这个就是阿塞这边的电荷啦，阿塞这个感应的空乏区的电荷啦，哦，空乏区的电荷，我再讲一次哦，这边空乏区的电荷跟 flat band 那个只有在界面很少的电荷，那是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这个绿色的空乏区电荷跟这边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哦，我讲不一样，这个量很少，这个量很少，这个值不会很大，这不是阿塞的跨压哦，这是在 flat band 的修正项，flat band 的修正项，flat band 的修正项，这个值很小，这个值很小，这个值很小，那这个空乏区引起的这个跨压很大很大，这个很大哦，这不一样不一样，绿色跟前面那个 flat band 那一个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好不好？哦，不一样，你先接受不一样啦，哈、那细节哈、这边哈、不教也不行啦，不教的话，后面那个 High Camel Gay 啊、FinFei 啊那边都，还有那个Scaling 啊、微缩啊都教不下去，不懂基本原理就是教不下去这样子。哦，只能就是说泛泛之谈这样子。坦白说，这门课我教的比较深啊，哦，我教的比较深啊。好，所以如果你只会那个什么萧红那个就搞笑啦，那大学部嘛，那随便那个后段的什么私立大学经学都嘛看得懂，对不对？那这个他们看得懂吗？很难嘛，很难呐、我不能说歧视，觉得歧视。我说一般人看不懂吧，这看得懂才怪嘞，这要老师教啦，这怎么看得懂？哦，但是，唉。这样大家听到这边，大家也是那个一肚子气这样子，那老师在教什么没办法哦，我是跟你讲，我没有办法从头开始教。如果教元件物理，我就会从头开始教，教得非常之清楚。那这边时间有限，我只能跟你讲结果，你就背起来了，就背起来，好不好？所以对 atmosphere 再加一下atmosphere 这个都是正的皆为正值atmosphere 皆为正值flat band 是负的啦一般来讲 flat band 是负的，但是后面那两个是正的写一下负正正自己写一下所以 VT 是正的嘛，VT 是0.3嘛，VTN 是0.3嘛。VTN 是0.3，负正正写一下负正正那 flat band 是量出来的啦，或者是说你知道原本你知道你是用什么杂基金属，你就知道你的 flat band 的大小了flat band 大部分是负的啦flat band 大概是负的。好，接下来再讲一下强反转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要知道它这个能带图能带图，然后 OpenBook 我把它考出来你就照抄就对了啦，照抄就会，所以你要试着先画我 OpenBook 考试会限时我不会给你考个3个小时4个小时，让你在那边不念书，慢慢找答案，慢慢抄没有我会限时我看我题目出的料，搞不好只给你们考1个半小时就你平常不念书，你连找答案，光找到连时间就到了，那你为什么要花时间找答案？那就是你平常没有念书答案你 open book 你都找得到，但是在哪里你要花时间去找。那为什么你要花时间？那你平常没有念书，你不知道在哪里。如果你有念书，你马上知道我要考哪里，你马上一翻就到，马上可以写，马上可以作答。那很多人就是考 open book 就以为这是老师 open book 随便考啦不要准备，不要念了啦，然后当场再来抄啦，反正那个考个3个小时4个小时，凹助教延长就好，没那回事我会限时我会限时，最多就2个小时。我以前有考过1个半的还有1个的就是说我不会让你时间慢慢找，
因为你没有念，虽然你找得到，可是你没有念书啊，你没有念书，你要找要花至少每一题都要花一阵子时间去找。你光找题目的时间，你可能只能做50分，你可能只能做五六十分的题目，你没有办法做到100%，因为你时间不够。时间不够是为什么？你花很多时间在找答案。为什么要花很多时间找答案？因为平常没有念书，老师讲的重点你没有记，叫你补笔记的地方你没有补，好不好？要注意哦，我考试我会限时哦，我不会让你欧不那个考1天，让你慢慢找答案，不念书慢慢找答案哦，没那回事哦。好，再来我们讲强啊，临界电压哦，刚扯远了，临界电压就是界定啊这个能带图，那这是人为操作型定义，大家默动一次嘛，然后我们干脆就是定义成这个样子啊，大概在1970、80左右就是约定成这个样子的，好，这人为操作型定义啊，那2倍，我们就说这个2倍，就是这个 phi-s 等于这个2倍的值，我们就是定义它是临界电压的值，临界电压的值，这叫强反转，但是强反转电子的量还是很少，对应到电流大概只有负7安培，那这个不够用。我们通常是操作这个ion 的时候，大概是10^-3安培，所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什么强反转，也就是说这个 Vg 哈，这个 Vg 可能哈就要加到好多伏了哈可能加到好多伏了哈。我这边例子是用2伏啦哈，然后。没有统用0.3也可以啊，反正 Vg 要大于 Vt 了啦，因为它是指数式的递增，所以你大个1伏2伏，它会就是电子会指数式的递增，会就一下爆冲5、6个欧德上去这样子所以你只要大个1、2伏，它就会大临界电压1、2伏就会有非常大的电流会产生。它切换就是一瞬间。我待会给你们先看英特尔的图英特尔的实际图。你看这边就是这个它是临界电压在这里它这个我讲 NMOS 好了我们看绿色这个，它临界电压在这里，大概是它定义10^-6了定义10^-6。你看它在大概它的那个水手波语在0.3。它加到0.7才多0.45伏以后，你看它的电流直接爆冲4个欧的，它直接爆冲4个欧的，有没有看见要记住强反转就是你只要大于临界电压1伏以上那个电流就会暴增，大1伏就够了，所以我这边例子说 Vg 3伏，临界电压2伏够了，多1伏就会多很多电子，因为它是指数式的暴增指数式的暴增这样子好，这时候你 Vg 是大于 V 水手了这时候 Vg 大于 V 水手笔记一下这个 Vg 是大于 V 水手。写一下写在这边以后我们 BTN 就是那个 NMOSFET 的那个 NMOSFET 的那个临界电压BTN 大于 VT 用蓝色的BTN 大于这个当 Vg 大于 VTN， 比如3大于2，或是之前例子0.3也可以啦 ，whatever 都可以啦，大1、2伏就会大很多了啦那 VT VT， 那你会产生什么？会产生什么 ？inversion 的会多这一项会多这一项，也就是说这个大于 VT 嘛就是 V 减 VT 或者说 V 减 VT 就会等于这一项会多这一项
会多这一项，好，那这个就是 VT 嘛，对不对？这个就是 VT 嘛，好，所以 V 减 VT 会等于负的 Q inversion，那这个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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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5遍，很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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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个很大，哦，这个很大，那电流才会到 mini 安培呀，对不对？这个很大，所以这个叫什么？强反转啊。超过临界电压以后，我们叫在能带图上面讲强反转，也就是说这个 Vg 一样费米能接为断线断线大小为 Vg 那这边就有好多巨量的反转电子，有没有看见巨量巨量的反转电子，自己写一下笔记印强反转，你感应出的电子是巨量的，那这个是微量，这个是微量。那这是巨量这是巨量所以 Q inversion 呢等于负 CR sin 我们一个项等于负 CR sin Vg 减 Vt Vg 减 Vt。那通常我们在算电流的话，我们就取绝对值去算，比较方便比较方便对 ，for both n 费跟 p 费都是这个公式，取绝对值就好了，取绝对值就好了。取绝对值就好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是知道强反转就是产生强反转是定义临界电压值，以及产生微量的反转电子。强反转是 Vg 大于临界电压值，产生巨量的反转电子。Vg 大于 Vth 产生巨量的反转电子，那巨量的反转电子的公式在 5.53 5.53好，那我们现在看你产生巨量电子，我们要让它移动才有电流那我们呢现在要讲这个，接下来讲电流。在讲电流之前，我们讲一下这个临界电压它是一个会很容易变动的值，但是临界电压对那个 NMOS 跟 PMOS 是个非常重，就数位电路几乎是最重要的参数，因为超过 VTH 的电压才会 on 嘛，低于临界电压是 off 嘛，对不对？所以临界电压虽然是不好控制，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控制它我们说，其实临界电压非常非常复杂临界电压是那个临界电压是这个gas side 你可以看这个公式嘛看这个公式，这 P 费的公式临界电压 N 费 P 费都一样，临界电压是阿塞厚度，然后呢你body掺杂的浓度，还有你公函数差的函数，所以它这个不成比例微缩。我们知道期中考过后会教那个 scaling， 那个非常重要那时候我会再强调临界电压不是一个可预测的微缩的是一个不成比例微缩了那我这边就戏称它叫恐怖分子，很恐怖啦对不对你不能预测它就是很恐怖嘛，对不对？我们叫恐怖分子，那是又重要，对不对？对不对？比如说你进出海关那些小朋友老爷爷都不重要一个中东人留个大胡子，然后背一个大包包，是不是很恐怖？对不对？里面搞不好藏炸弹对不对？那就要特别海关一点把他叫去小房间对不对？是成恐怖分子，对不对那早期的 MOSFET 是用那个 VTN 用 N-parabolic gate 用 P8D，BTP 用这个背起来不是用 High-K Metal Gate 的时候是用这个你又可以看到嘛它这个表就是N-parabolic N plus gate， 然后 P8D P plus gate P8D P8D 好。那 N type body 就是指 N MOSFET 嘛N body 嘛那公式跟那个N MOSFET 是一模一样的，一样是 flat band 加这个，但是要记住后面两个都是负负，
也就是说 VTN 是负正正，那 VT 呢？VT 呢是负，三个都是负。但是我们今天要控制它对称，我们今天要控制它对称。好，比如说假设我们这边0.5伏在这，然后这边要控制它在0.5伏。那这个时候你 N body 跟 P body 的浓度，哎，这个刚好是一样。可是你在不同的那个 TSI 之下，会还是有所差异，所以就是说要控制到一样。所以这个图的意思啊，我想起来了，就是说为了哈，你看啊，我为什么说我刚好画出来刚好一样，我也吓一跳，原来就是它的公函数就是选对了啦。啊，因为我们这边真 flatband 有 flatband 里面有带着那个 get 的公函数减掉 silicon 公函数，再减掉 CSI QSI 哦 CSI QSI 应该加一个 fixed RSI charge 啊，我这边补充一下，免得大家很多人很容易把这个搞混哦。这边我应该加，这边不能加。这边的 RSI 应该是 Q RSI， 然后这好难打。这边 RSI 哈，红红的那一个哦，就是指这一个 fixed RSI charge 哦，就是这红红的跟这边 RSI 哈，我们做个区分啊，哦，这个做个区分，讲反转，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哈，这个 RSI， 这个 RSI 在这边这个电场造成的啊，这个电场造成的，这个电场造成的啊。那这个它的值是这样，好，它值是这样，这个比较大，这比较大。刚刚讲的 Q RSI fix RSI charge 哈，fix RSI charge 哈是比较少的啊，是比较少的啊，是比较少的。那 fix RSI charge 我那个没有特别教啊，你看去看萧红书讲氧化层那边就有写了哦，在 MOS 那边它会有那个。fix RSI charge 这样子，你们去看一下啊、那个小小的不会很大啦，那在只有0.0几伏而已。那这个可以大到这个可以大到那个福特的 order 或0.几伏，那个是0.0几，至少差一个 order 以上。好。这边不太好教了，因为这要2个月的时间，从基础慢慢打起来。我今天只能讲那个 MOSFET 最精要的部分，最精要的部分。那你尽量吸收了啊，尽量吸收啊，尽量吸收。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了哈，讲到这里了啊。好。今天我应该会把1/3教完，下礼拜还有时间哦，我大概帮大家总复习一下，我再录一段影片，那给大家从1、2、3章总复习一下，好不好？总复习一下，好不好？那我们考试对，就考到今天会教完的地方了啊。好，那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啊。好。那考试一律以那个公告为主，大家常常要去上EE class 去看。到研究生不要再那种被动的，就是说那老师没讲这个，老师没讲那个，那放在上课就跟你讲，你要自己去看EE class 的公告啦。上研究生又不是小孩了，这个要讲，那个要讲，这个要叮咛，要不要那个下次那个考试的时候。一人发一个奶嘴，还是发一包乖乖，然后边吃边吸奶嘴边吃乖乖。
大家已经研究生了，已经成年人了，哦，要主动积极，不会的，不要有偶包，要去问人，要大家自己组读书小组，然后互相讨论。啊，那我这边呢很抱歉，我没有办法从零开始教，只要2个月半学期的时间才有办法把这个 MOSFET 的物理讲得清清楚楚。我这边就只有4个小时的时间，3到4个小时的时间啊。但是我这个不教，我后面其中期末考范围有些地方再怎么教你们听也听不懂这样子。哦，好。那我们这节课先到这边结束，下一节课我们就导那个电流，导到电流啊。那电流导的话也不会太复杂，很繁杂啦，但是考试我也是不敢考推导了啊。好，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了。